全世界第一位少林女武僧横空出世，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。同样，她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，能被称为绝无仅有的格斗选手，全中国不超过5位。今天她带着搏击拳套出来了，别看她个子不高，长相清纯可爱萌新，就单纯的认为她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，其实她的真实身份可不简单。放眼整个中国擂台乃至整个世界拳坛，她是其中唯一一位少林女武僧，全世界仅此一位。这个含金量比任何一个冠军头衔和冠军金腰带都要高。她叫关阿翠，来自河南，绰号少林俗家女弟子。出类拔萃的她曾经击败过格斗天才张伟丽。关阿翠至此一战成名。就在关阿翠在国际擂台一路连胜无一败绩之际，突然杀出来了一位来自巴西的世界拳王，他叫伊莲·洛佩斯，绰号神之守护者。从他的出场方式就可以断定洛佩斯很狂，一副天下唯我独尊的模样，看起来就比较欠收拾。在此之前曾向张伟丽发起挑战，结果张伟丽根本就不搭理他，实在没办法才向关阿翠发起的点名挑战，并扬言少林女弟子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。真要是打起架来，弹指间便可以让关阿翠灰飞烟灭。看来洛佩斯整天都是活在梦里，那就让关阿翠的拳脚来帮助他回到现实生活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关阿翠的精彩表现。白色拳套是少林极为罕见的女武僧关阿翠，黑色拳套是来自巴西喜欢做白日梦的洛佩斯。他总是以为中国擂台还是几十年前的中国擂台，就像是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。殊不知，如今的中国拳坛比几十年前的中国擂台强出上百倍。关阿翠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女子选手。她个子不高，但战斗力极强，很少有这样的女子选手在擂台上拼命但是小心，对手可能这个扫踢或者拳的发力会更好一些。对，因为我们的昆仑决规则跟散打锦标赛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，它是3分钟1局打3局，所以你体能的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学问。是。我们看这个伊莲·洛佩斯现在也确实没有太多的动作出来，对，但是看看，因为比赛是3局，还是很稳，还是很稳。关阿翠这个我们的中国散打这种技术风格非常的浓厚。对，我们看他这个前手放，关阿翠每一次呐喊声都能给他带来数不尽的力量，无休止的猛打猛冲让洛佩斯意识到了危险。不过此时的关阿翠还未使出全力，洛佩斯弃赛投降应该还来得及。真要是等到关阿翠认真起来，卯足了劲往死里打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洛佩斯再准备弃赛投降就晚了。少林女武僧拥有特别雄厚的武术根基，再加上后期的散打训练，很快就让关阿翠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格斗战士。暴打一个巴西恶女还是可以手拿把掐轻松解决掉的。错，一时间这个伊莲·洛佩斯还是对于关阿翠的节奏找不着对，很多的这种外方选手第一次跟散打选手碰的时候，节奏上都会有些不太适应。是。但是之后呢，如果就是搏击智商相对足够的话，通过1局的时间，如果他能摸到这个整体的节奏的话，包括在体能上的优势可能会更好一些对。尽管洛佩斯在巴西擂台很厉害，对各个国家的武术都有了解，并且还有克制传统武术和武术散打的招式与办法，对中国功夫也是丝毫没有尊重可言。但这一切都是被关阿翠打服气之前的妄想罢了。在关阿翠眼中，洛佩斯就是一个来送战绩的，连张伟丽都败给了关阿翠，还有关阿翠不敢打的吗？确实是让世界很多名将不好找，很难打进去。对，我们看现在这个伊莲做了一些节奏上的变化，步伐上节奏的变化。第1局快打完了，我们看伊莲·洛佩斯现在步伐上开始活动起来了。两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打法。对。开打。看看伊莲·洛佩斯。第2回合开始了。泰拳出身的洛佩斯特别执着在中近距离对抗，但关阿翠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。只要洛佩斯想靠近关阿翠内围做动作，那么关阿翠最拿手的侧踹招式就会如数奉出，全部用来限制住洛佩斯。在衔接精准有力而又密集的组合拳，打得洛佩斯魂不守舍忘乎所以，完全找不到能与之抗衡的招式。洛佩斯算是在国际擂台数1数2的搏击名将，到了中国擂台照样也就只有挨揍的份。的长处，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有效的战术对。而且散打我们这种技能就是在堵截完了之后，上半身呢就是撤出来会很快。对，所以你想用重拳去在这个时候打反击，很难
而且相对来说，这个高阳翠的比赛经验非常多。我们看他拿到无数次的锦标赛的成绩，从青少年就开始了。对，这就意味着一年要打好多场比赛。对。我们不用管是这个锦标体制还是职业体制。关亚翠的侧踹衔接组合拳已经形成了规模，并且还被纳入了少林寺最具有表现力的组合进攻。实在没办法的洛佩斯则是选择强制搂抱，不然就会无间接遭受到关亚翠所打出的进攻招式。能让洛佩斯实施搂抱算是关亚翠的失误，失误1次可以2次也可以3次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。其后关亚翠则是更加小心谨慎，就算不给洛佩斯施加压力，也不能给洛佩斯掌控比赛节奏的机会。这个侧踹腿啊，确实是。只要用好了，顶尖选手用好了是非常的有效果。对，这个确实是呢，这个巴翠的这个站架，上手比较散，但是脚下，你看这个散也会吃到饽饽，对方的拳啊很容易轻易进来。就是还是要注意对手的这个重击啊。而且高阳翠这个前手，他这个不能叫平勾了啊，对他这个大轮摆这个技术啊，也是对对方有一定威胁啊。对。高阳翠要注意。关亚翠之所以能战胜格斗之王张伟丽，那是因为关亚翠从不按照常理出牌，频繁的侧踹给张伟丽制造了巨大威胁，同样也给洛佩斯制造了巨大威胁。洛佩斯的精神状态貌似出现了点问题，不过总体来说问题不是很大。只是有历史不出而已。就算洛佩斯很强，比张伟丽还强，在关亚翠面前依旧占不到便宜。洛佩斯在张伟丽面前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，但侥幸赢了张伟丽的关亚翠却很难对付洛佩斯，打起架来显得特别的吃力。张常玉连一个高扫腿，对关亚翠稍微有点威胁啊，手还是要拿高一点后手。要做一个摔法。最后一局了。对，第3回合开始了。关亚翠打张伟丽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吃力，然而打洛佩斯的时候却表现得无比艰难。看来还是一物降一物，从综合格斗跨界打比赛的张伟丽吃了关亚翠的亏，但洛佩斯可是经验丰富的搏击选手，再加上他还有泰拳训练和跆拳道训练，站立格斗技巧十分的优秀，所以关亚翠打起架来显得特别的吃力，但可以勉强压制住洛佩斯，尽量不给洛佩斯实施任何有效进攻的机会。这个更危险。对。就是女子选手的比赛很少会出现这种特别重的重击 KO 这种场面啊。对。但是重击呢，就是其实并不是以 KO 为目的啊，就是重创对手，这也是一种方式。是。顶膝。这关亚翠这套小组合啊，还挺快啊。对，你这几下啊，一个左的。比赛都快打完了，洛佩斯的体能状态还处于鼎盛时期，不管洛佩斯准备实施什么样的进攻招式，关亚翠都能在第一时间进行侦破，再进行防守。想把拳头打在关亚翠的身上，首先要问关亚翠本人同不同意，然后还要询问关亚翠的拳脚进攻同不同意，最后再问一问关亚翠的侧踹让不让洛佩斯打。好几层的防御让洛佩斯见了直摇头，但比赛还要继续进行。直到如今，洛佩斯才明白张伟丽为什么会输了。这个赛局打得很郁闷啊。对，就自己的这套体系完全打不出来。你看，又是侧踹堵截。对，其实像这样的侧踹腿，其实发力并不是说特别大啊，借助整个身体的分量在那儿一做堵截。对。一连是打不进去，拳也进不去，膝也进不去，腿也进不去。这场比赛让我想起来有点就是之前顾辉升级别来打克朗。洛佩斯一直以为张伟丽输了比赛是关亚翠的运气，实则不然。这一次关亚翠让洛佩斯好好地认识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，在关亚翠面前，洛佩斯就是一个会移动的标靶。洛佩斯实在是忍不住了。第3回合很快就结束了，关亚翠的限制动作还在频繁实施，完全不给洛佩斯任何实施有效进攻的机会。可以说关亚翠就是女版的死神方便，或者说是女版的李小龙。这还有推，这个确实很聪明。
几次啊，这个一连刚刚压进来，关亚翠用前手一支撑，身体一转就出去了。对，最后是10秒钟。不要做摔法了。最终关亚翠如愿以偿获得了比赛胜利。泰拳出身的洛佩斯确实很强，但在关亚翠面前却显得特别不堪一击。赛前扬言中国功夫和少林女武僧徒有虚名的洛佩斯，被关亚翠活生生吊起来暴揍了3个回合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关亚翠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